说一下你们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地方。我们台上说还是台下说？我们台上说吗？还是台下说？来，随机采访下面的人。对啊。怎么都开始低头了？有些人在尖叫，有些人在地上找东西。我们台上先打个样，分享一下好吧？好的。我们袁姐好像很有话说。那可不，我一定要说。你们先台下的说说吧。哎，你不是很有话说吗？你说。不是，我想说我拍那个 PV 的事情，就是猪猪老给我那种恋爱脑的角色，我真受不了。我第一步就是跟着龙月后面做舔狗，第二步又来，我真受不了了。因为他觉得你本来就是。那不是延续这个人设吗？特别搞笑的是，袁姐非常入戏，然后瑞子就一直骂她说你在装深情。对呀，真的，我受不了自己。他入戏了，他就这样。那因为我是专业的演员啊，而且我觉得最好笑的是有一段我就是那个很做作的那一段嘛。本来当时我们拍的时候，我每次讲这句话，他们都想笑场，因为我故意讲的很做作，我说和他们都在一起就那种台词。但是我刚刚看你这个剪出来之后，我觉得一点都不那个做作，我觉得还挺正常。那你现场来一个，那你再来一次，你再说一次，就是那个小芝儿和那大小宝贝儿啊，他们都在环球旅行，做自媒体博主啊，我忘词儿了，对不起。但是我就觉得拍出来不做作耶，但是为什么现场我觉得我自己那么恶心？所以大家听懂他刚刚这一段话是在讲谁吗？这么简单，听不懂？懂了就可以啊。懂得都懂。好，还有没有什么大家觉得印象深刻的呢？印象深刻，其实说实话，观后感真讲不出来，因为在后台像打仗一样。这场公演真的是我印象非常深刻一场公演，就是我从来没有参加过，就是这么迅速、流程这么快的定制。在后面来，特别是那个我在后面换衣服，然后小丁上去了又下来了，又上去了又下来了。我说你跳了几首了？他说对啊，我刚跳完了，我现在又下来，我准备马上又上去了。反正就是小丁他一个人跳了6首歌。对。你的定制杯，定制杯，他们都在说小丁快要比猪猪跳得多喽。对，反正就是确实没有来得及，就是观看整场，所以就只了解自己出演的那一部分大概的剧情，知道和之前有一些联系这样子。等我就是回去之后，一定听说很神，对吗？等我回去之后，我一定要逐帧品鉴。我看到他用的那个就是你不是那个机器人后面那个景嘛？我当时在这说，我说谁给你做的这个？我说太牛了，特别美。哇塞，说到这个就有的很高级。因为当时因为我的台词太长了，我一晚上我要拍好几条。我说这词我哪背得下来呀？然后他说那你不说话嘛，我后期帮你配音，你就演。然后我在那边就是文字姐帮我一边在旁边念，我就一边在做动作。然后他给我剪完之后，发现我整个人特别的傻。小丁看了，他小丁晚上他在那边卖萌，你懂吗？就他本来应该是一个后面有配那种 AI 的字，然后他在那边他这样。没有啊，我刚看了觉得很好看。然后后来我说不行了，这个实在是不行。我说要不然你手搓一个吧。然后我想到是帮我手搓一个 AI， 没想到他帮我弄了一个面罩啊，还加了一点这个特效。他那面罩是搓出来的，对的。哇！我也是买了一个很漂亮的口罩，因为看着挺真的。对，全部都是特效。哇塞！大制作呀，好牛的。公司做得出这种东西。用心了，用心了。哎，说明就是逼一逼还是可以做到的。 AI 改善生活，真的很厉害。那我印象是比较深刻，因为我的角色是爱神嘛，虽然现在穿的特别像地痞哈。然后我就是感觉猪猪带我出来长世面了，因为我很少看那种两个的舞台，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女才女貌的舞台，看的特别少。你确定吗？你在众泰剧院没看过吗？我看一下女貌嘛。就是我看这种舞台看的比较少，就是在底下看。那天彩排，哇塞，开演了，就是感觉那里看不到的，这里都看到了。但是我们当时知道30这么说了之后，我们两个就说了一下，因为我们当时跳的其实挺严肃的。对，因为我们
因为才刚学的嘛，新学的也挺紧张的，然后就是两个人挺严肃的，也没有怎么跳出来。然后我就问他，我们跳的很那个吗？没有，然后嘞可能只是我说这个这个小后辈可能有点没见过世面。没见过世面，怪不得是我开眼了。你回去多搜索，以后前辈多带你出来见世面。哇！还有没有要见世面的？哇！下面的说都见过了。今年大努力一把，以后天天带我们出去见世面，好不好？还有吗？还有大家比较印象深刻的点吗？我被那个悬铃木的那个礼炮给吓死了，吓得我都长高了，就是那种，哇，还要长高？哎，对啊，哎，他当时在我的右边，我看小马一样。对啊，完全不知道这个情况，然后被那个礼炮吓晕了，吓哭了。本来就够高了，我说。对，吓死了。我用余光看到我旁边的人吓得很惨，但是我一点都没动。我居然没被礼炮吓到这次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完全欣赏进去了。我说哇，好美，我差点想伸手抓。因为这个礼炮有点好看哦，就是它整个这一大片区域，整个观众都撒到了，好牛。确实。大家有捡到这个小纸片不？哇，上面有那个，上面是有字的哦。哇，这个红色的有字。哇塞！是吗？后排的大家说没有。哎，这个红色的有。闪光的人是我们，歌词都是歌词。我这个是我最喜欢你，我这也是。哎，来你念一下呢。还得是老辈子来。我看一下，又见世面了。哎，你拿到的是什么字呢？这是什么字啊？这是什么字啊？不太认识。一群文盲。来，我们一起啊，一起说。我们没什么见识，这是什么字啊？这是什么字呀？还好吧，听不够。我最喜欢你。我觉得我刚刚好坏呀！我刚说我们一起说，然后我偷偷给他们旁边人说，我们到时候不说。山林又长见识了吧？我长见识了，我刚刚太不识趣了，自己就读出来了，哎。你看到没有？刚刚前辈怎么教你的？我们同时剪的，我是怎么做的？哦，学到了。前辈以后也帮助你这样哈，如果以后哦，帮不了了，前辈已经走了。哦，那三林加油加速。好的。总检后就找，没事。来，回到这个话题。来，还有没有什么人就是感觉自己的剧情感觉自己比较有印象的？那边递一下麦说说呢。出来见世面了，家人们。好害羞啊！小后辈比较害羞，是不是？一个比一个害羞。那我来说一下啊 ，OK。对，就是大家看我们那个丘比特5个丘比特那首歌，就是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小设计？哦。我说这个设计实在是太有创意了。让大家以为我跟三林上来虚晃完大家一枪之后，结果突然间就是真的来了。对。就说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吧？对呀。是不是就爱看这种？哦。你们刚刚有乱点鸳鸯谱吗？有啊，他乱点了。有被真的点到的吗？没有啦。其实我在就是点空气。他在点空气，因为我们的主要目的不在这里，在主要目的是为了长见识。对。OK， 不许再点了，粉丝不许内部消化了。好了，再消化就没粉丝了。哦，那还有吗，家人们？啊，我说一下吧。刚才后台的时候，然后姐姐说到处找不到丽嘎去哪儿了。原来这小只啊，她跳完一首歌就下去偷偷看表演了。你去享福了。来吧，你说点。我刚才就是想全程观看一下追星的整个演出，看得我非常感动。今天彩排的时候，我在里面化妆，我就听到就是第一幕出来，就是好像是去年的时候我们一起拍那个《好了我的小陛下》，就是从
就是他那个去年的那个 PV 出来，就我们一群人还是在同一个地方，因为我们今年也是去到那个地方，然后今年去拍那个 PV 的时候，突然一下子把我拉回以前那个，其实当时我就有点感触。然后我不知道你的原来是现场会放去年的那一幕，然后我听到什么加冕成功一定要的时候，我当时在后面化妆，鸡皮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我没有看到画面。然后就是我刚刚就是在下面看完整场，就是很感动，就是你的。大家都看得出你的用心，然后，也会很心疼。真的，我看了我都有点泪目了，说真的。然后，所以就是真的非常希望你今年就是少一点遗憾，希望你真的可以，大家和你一起去实现。我们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尽力，好吧？我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支持我们的朱一新小陛下，然后，真的希望，非常希望他可以去实现。自己的目标，我觉得你超棒，超有野心。我在下面看的我超级燃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吗？真的，那今年必须加油一点，对，支持一下。今天其实因为我最近也非常的忙，因为我要准备我自己巡演，然后我就是不管多忙，我今天也要就是过来就是给你加油，给你支持。好姐妹。我刚刚在后面听到觉得我的小陛下，对，真的。就是开开心心的，就是你已经做得很棒了。这一场演出真的，我不是客套话，是真的发自内心的，我被你深深的就感触到，然后也很心疼。然后我希望未来就是我想要让你幸福，少一点心疼，好吗？你让他幸福，不是你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想要一点别的行不行？那个幸福是什么？幸福，我希望追星，对，希望他就是。更多的就是不要少一点难过，多一点喜悦，知道吗？我说的喜悦怎么讲？你们懂的，就是希望就是朱一新的粉丝收获，对和就是大家都会支持你的，然后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朱一新，佳姐，我想说一句，我刚才后台看你特别有那个独立女艺人的官方范儿。就是那种气质都不一样了啊？是吗？不愧是出去的人呢。哎呀，别这样，很有魅力。OK。但是吧，虽然确实有过挺多的遗憾跟难过的，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其实拥有了也很多，所以我还是觉得自己很幸福。真的是拼老命了，因为无时无刻都看到猪猪在排练，就是只要他开始学了之后，每一秒他抓紧每一个空隙，包括我们之前上公演的空隙，他都在练这个定制，因为他很怕他自己记不住，然后就一直自己很着急，然后有一天都把我吓到了，就在后台，能说吗？就是他在那里掉眼泪，都把我吓住了。对，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猪猪那样，我就感觉特别的心疼，所以我感觉大家一定要多支持他，他这次真的付出了远比想象中更多的努力。家人们，因为确实自己记性太差了，就很多动作可能别人像韩月，真的每次他跟我，就是金日晴，当时他就在旁边看了一下，看了我们跳几遍，他说我已经会跳了。我的妈呀！夸张！你知道我在后面努力了多久吗？你跟我说你看2遍我就会跳了，当时我心态就一整个崩溃了。我说人比人，我说谎人了。所以就还是觉得笨鸟多飞吧。对，然后因为确实自己记得特别慢，所以只能尽量的多去练一下了。希望自己可以之后有进步点吧。你刚刚说笨鸟的时候，他笑了。他在我旁边说，谁笑了？怎么觉得自己被骂到了？敏感了，鸟鸟。哎，今天你们看到我第一首有一个大道具不？鸟鸟的家，大鸟笼。对，朱一新说要占我的鸟巢。然后第一首歌其实想表达的是金丝雀的意思，对。我们还录了那个专门录了音。说一下我印象深刻吧，我印象很深刻，这一次也没有跟猪猪一起拍 PV， 然后呢，这一次也没有跟猪猪一起看上一次你拍了，上一次好多人都拍了，这一次也没有看到猪猪的礼炮，
但是呢，我觉得真的印象很深刻的就是，这应该是猪猪生日专场第一次在外面是吧？生日专场是的，是的，说明我们猪猪越来越棒了。进步啦，进步啦！但是我觉得就是同时伴随而来的肯定也是越来越多的压力，就是看到猪猪在排练室练舞练到爆哭，哭完之后接着练，特别可怜，而且就是听说他已经累到在家晚上睡觉躺在床上觉得心砰砰跳，都怕自己猝死，我就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心疼，但是看到他这么累，又觉得好像自己手足无措，帮不上什么忙，因为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自己想法的人，他一定是在心里已经绘画好了一个蓝图，想要把它完完整整的展示给爱他的粉丝来看。大家有看到吧？有收到吧？听到他说送给大家的这份礼物，就是我觉得他一直都是这个样子，有很多自己的想法，然后一直努力的去坚持，而且就像你之前我们聊天之后的时候你说过的，你就是那种明知道有南墙也一定要撞上去的那一种人。我比较倔，对，但是我觉得就是希望你以后哪怕撞南墙也有人关心你疼不疼。哦，当然怎么不问啊？疼不？更重要的是，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爱你的人陪你一起把这个南墙撞破。希望到时候能够看到你披着红色披风，骄傲地说：“你们看，我就说我可以吧。”免成功，加冕成功，今年一定要。好，我再说2句好吗？我发现从刚刚那位独立女艺人开始，突然上价值了，变成讲显得我前面说的好像就是很随意在讲 MC， 其实我也有很多话想讲。因为在台下的猪猪说讲 MC， 所以我们就讲 MC。那我先讲一下吧，杨媛待会儿讲。可以开始生日环节了，来吧。生日环节了，讲2句啊，你讲啊。好，以上分割线，现在开始就是正经的环节，催泪环节啊，也没有很催泪了，就是还是那句话，猪猪老师跟我说，如果瑞子在的话，就一定会说猪儿又长大了，对，就是最近这段时间看过来，不只是这个定制吧，还有那个 Z 队的原创，就是真的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成长了超级多。他以前真的就是老觉得，好像可能需要依赖别人，但是现在他完全已经独当一面，就是没伞的孩子要努力奔跑。但是你也感觉像是被迫成长了吧？然后包括你们走得太快了。我还走得快，我30岁了才走的好吧？还要我一把年纪扭屁。姐姐说瑞子像没走一样，隔三差五就来，隔三差五就来。穿的最多，现在还穿着 SH48 呢，我真服了。反正就是这段时间，我知道猪猪的压力真的也是非常的大，因为怎么说呢？因为总选这个压力也是会有的，相信有一些可能是也有一些外界和粉丝给他的压力，因为老会觉得他怎么又不出现啊，出现的比较少啊，在忙什么？但是他又不是故意这样子的，人家是真的很忙。你们想一套全新的公演，而且就是我走了之后吧，我们这老东西走了之后，猪猪真的就是他作为一姐，他真的是就是完全事无巨细的去抠这套公演的细节，各种东西，各种编曲啊、编舞啊、服装啊，各种，就是基本上他都是亲力亲为去跟进的。就是你们不知道搞一套公演这种琐碎的事情有多少，再加上他平时还要去外务啊什么的，然后真的是感觉他每次看到他，其实现在在排练室看到他都感觉他有点力竭了，眼睛那么大，感觉就是放空的状态。但是虽然眼睛放空，但身体还在动，就是听上去好恐怖。就是那种感觉有一种那种意志力在支撑着他在做这些事情。然后包括之前跟他也有一些相同的见解吧，觉得舞台真的是最重要的东西，是对于偶像来说真正的立身之本。所以他是真的
不是嘴上说而已，他是有真的在践行这件事情。就穹顶啊，然后这次这套定制的公演，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他拿出来的诚意。就是希望大家真的能够多多的去支持他，然后至少让他能够感受到大家的支持，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对的，他在做对的事情。对，就是虽然感觉可能会有一点困难吧，但是我相信大家只要一起去努力，就不会后悔，并且这也是对尊重舞台的小偶像最大的褒奖。大家可以做到吗？好努力呀、瑞德，可这上课了，老师，像是一个幼师一样。老师来了，还得是你，还得是你。真的，我是感触蛮深的，因为看到他成长这么多吧，就也蛮欣慰的，欣慰加心疼的感觉吧。就是小小个、小小只，那么瘦，但是又要去迸发那么大的能量，然后小小的猪脑子里面还要装那么多。装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，然后就是怎么样去把公演串联起来。什么？有人你有话说，嫌我话多？哪儿敢？那你想说什么？没事，只是我想说的都被你说了，讨厌。因为我一直想说，我看着你成长的这个，我刚才想好了。哎呀，说不出来就说不出来，还是我说了。好了，你抓紧时间吧。那你说呗，我留点给你说，好吧？结束了吗？我其实没结束，但是让给你嘛。哎呀，搞这么多老齐的。不是，主要是因为我看你就是说这个，我们就是因为每个人都要说，我想注意一下时长，我怕猪猪时间不够，我想把时间留给后面的。那我来讲吧，我讲两句，我想站在你旁边讲，可以吗？就是不是这个啊，你可以站。天哪，你为了猪猪居然露出了自己的右脸，我跟你真的是。我才想来说，我觉得我跟猪猪真的是有很大很大的缘分，就是我真的是看着猪猪就是成长起来的。怎么说呢？那我还是露左脸吧。对，因为我想说，因为我第一次就是我在 GNZ， 我跟猪猪我们两个是一起就是19年，我记得特别清楚，我们俩一起携手进圈，都在尾巴，我们两个人。从那个时候，我们关系才开始亲近的。然后那个时候，猪猪还是一个非常就是怕我，就是把我当弄前辈，他觉得我很像黑社会。直接没有。对，因为只是我的性格比较就是可能外向，就把吓到。他那个时候还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小猪猪，然后他当时就是很萌，还是一个萌妹子的那种，所以我就特别关照他，我就约他去就是吃饭呀或者看电影，就照顾他，像小后辈那样子的。他那个时候特别乖，特别可爱，所以我现在一晃一下，他就变成了一个就是能独立的大前辈了，特别有气场了，就跟完全以前那个时期反差真的太大了，所以我觉得我才是真正看他成长起来，从19年，然后每一年这样逐步的上升上去，我就觉得特别欣慰。然后我就很害怕，就是当我也毕业了之后，我就很害怕，猪猪在这里讲这种，因为我老是你知道吗？有一天晚上我老是刷到我的抖音，老是会推你，就是粉丝也好，还是路人也好，反正就是很多在剪那个猪猪的那个视频，说什么今年不要有遗憾啦，然后什么不要留下猪猪一个人呐，然后我有一天晚上看哭了，我真的特别感动，真的，我就觉得就是我很害怕着我们就是越来越多那种老前辈走了，然后猪猪我走了之后，你就是队里最大的期数了嘛，然后我就怕猪猪很孤单或者怎么样，因为我觉得猪猪是他是真正的很爱 GNZ， 爱 Z 队，爱成员，也很爱广巴，所以狗公司对他好点吧。真的，我觉得没有任何人比朱一新就是更爱广巴了。我真的觉得他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所以我希望等我就是好好的对待朱一新，好好给他应该拥有的。对，然后呢，我就希望今年我就说一句吧，不要有遗憾了，我们就是一起上小披风。我会在屏幕前等你，因为我吃不了。我会在屏幕前看你披上小披风的，加油！谢谢。哦，我说小披风，红色的红色披风，不好意思，我色盲。
我红绿色色盲没有，就是反正就希望你那个得偿所愿，因为他真的很辛苦。那天排练我说个小排练的时候他突然心口痛，我就直接给他拿那个速效救心丸了，真的太可怕了。所以真的你这个干完之后，好好的就是吃一顿，好好休息，听到没有？身体第一，然后再开始还要拉。没关系，青春时刻，青春时刻嘛，没关系，随便拉，没有。就是希望你就是一定要好好休息啊，这样你胸口就不会痛了。OK， 得偿所愿，结束了。好了，我退场了，陛下再见。那我来。包什么？呀，哎，哦呦。兔猪猪，我的好朋友，也是我在 Z 队最放心不下的卷王。还记得前段时间跟你聊过，我说我觉得好像自己不管是舞台多么努力，多么付出，一直提升自己，做一个合格的偶像，把自己搞得又累又疲惫，都比不过其他人。可是你跟我讲，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，要先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。没有人可以随便成功，大家都是默默在背后努力的。可能有的人因为运气很好而迅速成功了，可是能坚持并且一直坐在前面的人，都是付出了成百上千倍的努力取得的成绩。你让我不要放弃，你说我们队多么不容易可以拥有一套新公演，如果我可以好好努力把这套公演练好，到时候就会被人看到，而且我明明可以做好的。而且你也明明很忙很忙，但也在拼命努力、拼命练舞。凌晨的排练室里，每天都有你。在所有前辈们都陆续全部要离开你的时候，你真的有在好好的做表率。你也说前辈什么样，后辈就会有样学样，所以我们要做好。你真的长大了，很成熟，很稳重。当然啦，除了崩溃抹眼泪的时候，就是脆弱小宝宝啦。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，中报就在明天喽，而最终结果就在8月8号。大家手里的投票资源一定不要吝啬投给我们的猪猪，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，你们的每一份爱都能够让猪猪多一份勇气，这也是他能够站在舞台上最硬的底气了。所以猪猪的妈妈们，请让猪猪顺利加冕吧，是吧，公主殿下？不知道现在为止有没有人跟你说过，不管啦，有人说过更好。辛苦啦，你真的很棒很棒，舞蹈很棒，表情管理很棒， PV 很棒，整体创意很棒，什么什么都很棒，你很优秀，请不要怀疑，请不要因为你叫朱一新就整天疑神疑鬼的，认为自己脸蛋又肿啦，体重又重啦，舞蹈又没记住，没有跳好呀。虽然在成长的路上总会哭，都说不哭不哭，眼泪是珍珠，再哭是小猪，可是你就是一只漂亮善良可爱的小猪呀，所以你可以哭，不要压抑自己，不要过度内耗，释放情绪，就会有更多的能量继续前行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事情，生日快乐，美丽的猪猪你好！谢谢我们鸽子，鸽子真的很辛苦，就每次跟他一起排完练之后，他还会去直播，然后就是之前说过那些话，我真的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的。然后有时候也不要放弃自己的初心，毕竟我们在这个地方，舞台确实是立身之本。然后我觉得你在舞台上非常耀眼，你最后也会看到属于你的那片星光的。鸽子妈妈也加油，猪猪妈妈也加油，好多各位妈妈一起加油。第二封。哎呀。来，听好了哈，兔猪猪，首先呢，恭喜你顺利完成了这场定制演出的大部分。回想起去年的定制，我还只是一个在旁边唱“我是配角怎敢吃醋”的人，也不曾想时光流转，到了今年，我已经能够成为守在你身侧的秘书，秘书长。今天工作完成的特别棒。回去给你加鸡腿，不对，加分，是吗？啥？你那个0.1留给自己。别把我按的那个给说成明的了。OK， 念到哪儿了 ？OK，
首先，我觉得缘分有时候真是特别的巧妙。我们两个这么活泼乐观的小女孩，最初碰面的时候，留给彼此的印象竟是带着缺憾的破碎感。可能因为我们都是金牛座吧，所以就特别能聊得来，随心往来，随性自在，可以不用盘算得失，不用客套拘谨。这份毫无负担的情谊，也是我十分珍惜的宝物。你踏入这条河已经许久。那些豆包的吗？不是，我自己一个一个语音输转文字的。动情了。那些早年难熬的过往，那些艰辛灰暗的日子，特别遗憾我没能参与到其中，没办法在当时为你撑伞。可是我现在依旧觉得特别的幸运，可以遇见你这个好朋友，这一定是我莫大的福气吧。现在的你站在万众瞩目的位置，非常的炽热耀眼。外人眼里的你看似从容耀眼、无坚不摧，但光环之下，你也藏着多少无处安放的疲惫和心酸。眼下的环境难免会让你陷入焦虑，偶尔也陷入迷茫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你对待工作永远保持着极致的认真与责任心。你也是我认识以来三观非常极为端正坦荡的人。现在你就是我的榜样，我会向你学习的。好像小学生作文呢。哎，这个是互动环节，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。猪猪妈们，你们猪猪妈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好吧，你们应该知道的。当时排练新公演的时候，猪猪真的是每天都在一天不落的练习到早上。你还在那里说现在怎么没人说你长大了？但是我也没有想到你已经长得这么大了。这句话你说合适吗？你都还没长大的小崽子。那他以前小的时候我也没见过呀，然后一下子就感觉长特别大了，就OK。见过你情绪低落、暗自难过的时刻，所有的工作堆积起来，让你喘不过气。深夜练舞练到情绪崩溃，却还是继续坚持，害怕自己哭泣影响拍摄而默默忍耐，坐在剧场的后台止不住的流泪。诸如此类的画面还有很多很多。你背负着太多的目光前行，而我自身的力量也太过微薄，没有办法替你抵御纷扰，也找不到合适的方式为你排忧解难。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，只要有我陪在你身边的时候，能让你轻松几分，快乐多一点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前段时间他练到那个嘴唇都惨白的，而且你记不记得有一天？我们就是在那个过马路的时候，有一个车过来，我说小心小心，他说我要解脱了，我说你在干嘛？我的天哪，我都吓晕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再给我说这种话呢，我气死了。下次不许这样子了哈，连我都逗不笑你了，我都有点伤心了，你知道吗 ？OK， 继续。解个锁。OK， 如今身边的不少人都选择了离开，人来人往，离别已是常态。谁都没办法保证自己可以自始至终陪你走到终点，也不能掌控往后的去向。但是放心吧，有我在的时候，肯定可以拍出你最漂亮的人生照片。广巴摄影部，明年敢不敢跟我决战一下？OK， 公司刚开玩笑的哈，纵使未来或许面临分别，那就希望往后的日子你不必再被焦虑裹挟，万事称心如意。你所有默默坚持的期盼，所有奋力追逐的目标，最后都能一一得偿所愿。最后的最后，你为了舞台反复打磨，日复一日的拼命，所有的汗水和泪水，大家也有目共睹。因此，我真心的期盼所有猪猪妈们能够读懂你的坚持，凝聚起足够的力量，化作你身后最稳固坚实的靠山，托举你站上梦寐以求的顶峰。你值得这一切。燃起来了，家人们！
感性了。不哭。就是这段时间确实有点太忙了哈。然后其实在这么忙的每一个晚上，小丁只要他有空，他只要没回学校，只要我给他发一下微信，他就马上就会来排练室陪我一块儿。我练到多晚，他就陪我到多晚。对，其实他学舞很快，但我都知道。你总说你自己在练舞，其实并没有，我知道你都记住了，你就是想陪我。对。要不然你太心酸了，你知道吗？小小一个人在那里，然后呢一直在记，但是也记不住。但还是很努力的。你看你今天表演的多棒，是吧？所以努力是有用的哦。那就希望我们的努力都有用。好的。我觉得重新认识一个好朋友太难了，但是很开心，就虽然我身边人来人往，就是还好认识了小丁，让我感觉就是身边多了一份陪伴，然后，情绪可以没那么崩溃吧，然后在每个夜晚都有一份支柱在。然后小丁真的是一个很幽默的小女孩，然后每次确实她还挺会，就是逗人开心的，然后所以每次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都很轻松很自在，然后哪怕就是每次跟你骂骂咧咧，最后都会被你逗乐。谢谢。就是虽然我知道告别是常态，但是还是希望小丁可以。就是陪我到最后，就这2年还是好好加油。好的，我努力。你可是在这队我最喜欢的后辈呀！真的吗 ？Oh my god！ 你也是这队我最喜欢的前辈。真的，生日快乐！猪猪妈们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。多助力一下这个努力的小女孩吧，求求你们了。好，也希望更多的人可以认识一下我们小丁，真的是一个非常风趣幽默，然后努力的小女孩。哦，我还有一件事情，你知道你气血特别差吗？小丁每次就是因为他是又读书，然后又要顾着上公演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助演，然后每次在排练室，他整个人，我觉得我们俩是一样的，就没有血色的。然后他整个人都是木讷的，真的？OK， 回去我补一下身体。所以就是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，你也就是不要那么辛苦了。好的。现在放暑假啦。那放暑假了，那这段时间有机会的话就好好休息一下，然后也希望小丁的妈妈们可以好好的支持小丁，然后希望小丁今年有一个好成绩。OK， 猪猪有好成绩更重要，猪猪妈们求你们了，加油！你真是的，你为自己拉票有这么努力过吗？这是你是主角，以心为主，以心为主。好的，谢谢我们小丁。一起加油！好的，一起加油！没人啦！呀！什么表情？紧张。我要念信了，写了多少？我专门数了一下，比去年多50个字吧。那你好厉害哟！来吧。哎呀 ，2。哎呦！
谁呀？吐谁呀？你吐啊！你这个能念吗？吐，我的宝宝。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，我正坐在你隔壁的排练室发愁。说实话，真的有点无从下笔。人们都说苦难是文学的温床，那可能对于我来说，这段时间比较幸福吧。给你美上啦！所以大脑空空，毫无点墨。除了每天和你一起看广州的日出，黑眼圈变得越来越重，没觉睡这一点，其他普通微小的事情，一起排练，一起吃饭，甚至一起去便利店买水，都会让我觉得很幸福。好吧，幸福是普通人的日常，那要是能在每个日子里感受这样的普普通通，好像所有普通的日子也会因为你变得鲜活起来。嘚瑟啥？众所周知，我一直是一个很害怕坐飞机的人。在这次飞来广州的过程中，飞机和台风发生了正面的碰撞，机身剧烈颠簸的那一瞬间，我的心直接揪到了嗓子眼，脑子里乱糟糟的胡思乱想。我想，有点啥的话，那你岂不是得牢牢记住我了？呸呸呸！呸呸呸！但是转念又一想，算了，你这个人记性真的差得离谱。指不定一段时间过去，转头就给我忘得干干净净，奔赴你的新生活去了。但现在你没有什么……这是你昨天写生气的地方吗？不是。哦，还有啊。但现在看来，你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独自奔赴新生活。我们可以时时刻刻的牵绊在一起，所有细碎的、热闹的、折磨的、跌宕起伏的，重要的每个瞬间都要有彼此的身影，谁也别想甩开谁。细数下来，今年居然是我们认识的第5年了。对于我们而言，好像每一年都处在截然不同的阶段。这几年一路磕磕绊绊，扛过大大小小的糟心事。我们吵过架，冷战过，也曾经被那些压得喘不过气的言论裹挟，刻意疏远过彼此。但是现在回头看，好像这些所有难熬的时刻，也成了让我们越靠近彼此、越理解彼此的阶梯。当然，再不想看见那些无奈的叹息和忍不住的泪水。一起跨过了这么多难关，那么，王子和公主的结局应该是 happy ending。No no no， 我不是王子，所以没有 ending， 只会有2个小女孩没完没了的续写篇章，无限连载。写的时候怎么没觉得肉麻呢？普通童话故事跨过艰难险阻便草草收尾，但我贪心的多，我想和你积攒无数个细碎的瞬间，无数顿共享的饭菜，无数次的日出，无数趟的便利店，一帧一帧的填满属于我们的人间烟火。真的很神奇，2个截然不同的人，硬是互相包容磨合了这么久。对比从前动不动就吵架的模样，和往年相比，今年我们确实走到了更加安稳的新阶段。
说起吵架这件事情，我真的越想越生气。到了，你简直就是一个冷漠无情的女人。只要你每次生气闹别扭，你就拎着你的行李箱离家出走，一走了之。谁让你欺负我？是你不说话啊？那你也不该欺负我。我哪有欺负你啊？你就有。你太过分了！别吵了，欺负我们。但是每次我就算愤怒，啊，好热呀 ！Stop 说，稍等 ，Stop 说要把衣服穿上。哇哦！为了我们线上的粉丝还有的听。好富贵，我好富贵啊！突然间。哇哦！给你装上了，真的很热，突然感觉像一个富婆和她。可换作是我，就算每次愤怒上头、委屈、气得浑身难受，也不会想走开，我就要在你的眼皮子底下时时刻刻的膈应我。对。时时刻刻的刷存在感，爱你的眼。请你反思一下，你这个一走了之的行为是不是很过分？是不是很过分？关你们什么事？说明你根本就不害怕跟我产生距离。希望，因为我知道你会来找我呀。那你是故意的不接电话？那其实确实没有，我在赌。你在赌我会不会找你？赌啊！每次找完你我都感冒。希望这位小女孩可以积极改正，也要记得我们之前的约定，不许离家出走。不是这个，你忘了？哪一条？3天和5天。哦。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，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缓缓流淌。因为距离的问题，我们也没有办法时时刻刻黏在彼此的身边。但生活里大大小小的角落，早已悄悄填满了对方的痕迹，熟知彼此所有细碎的小习惯。这段时间，我总是反复忍不住问你：那你是更喜欢去年的我们，还是今年？我知道你天生比较喜欢新鲜事物，总是爱去尝试各式各样的新奇的东西，所以偶尔也会暗自忐忑，怕日复一日平淡安稳的日常，慢慢的会让你觉得乏味无趣。可每次你的回答都不会分出高下，只会认认真真的告诉我都很喜欢。那一刻看着你的眼睛，我忽然觉得很安心。是不是在你的眼里，那些开心的、难过的、难熬的、温柔的，所有和我们有关的点滴，不分好坏，都是值得好好珍惜的，是不是？因为我觉得，是需要体验的。就是有了难过的时候，才会觉得快乐的时候很珍贵。然后，而且难过的时候，我也可以更加确定你的真心。苦难是真心的磨练师。那还是少经历一点，好吧？
唉，又是一个天光微亮的凌晨，我们一起坐在回家的车上，你在操心你的定制，我在担忧即将到来的未知未来。我问你，我说朱一新，要是以后我养不活自己了怎么办？正常人瞬间也应该是没关系呀，宝宝，以后我赚钱养你。我说的是正常人，什么意思？不是正常人。但是你总是出其不意的回答我说，不会的，你出去肯定会赚很多钱的，实在不行就喝西北风吧。哎，这是什么离谱的回答？可恶啊，实在是太可恶。哎，但确实一切开始慢慢变得不一样喽。很多打上朱一新百星语的烙印可能会慢慢褪去，大概我们的生活环境、人生轨迹可能也会变得越来越不一样吧。很多的时刻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并肩同行啦。也是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毕业了。哦。不会啊，你毕业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有啊。那以后你自己出去，你不来找我吗？我会。但是不一样啦，就是可能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啊，对吧？没事儿，我也就2年了。很多时刻我们没有办法并肩同行，也会担心一个人的话，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孤单呢？会不会？你会来找我？那你出国拍 MV， 我怎么去找你啊？你想跟也可以跟啊。好，好在我们也一同抓住过无数闪闪发光的时刻，这些独属于我们的回忆也并不会随着变化被冲淡。磕磕绊绊的这5年，我们熬过无数难熬的时刻，也慢慢的磨平了棱角，现在相处的越来越融洽喽。童话止于圆满，而我们有很多岁岁年年。永远没有终点，以后的日子也一起走吧。你们知道姐姐在下面打了一套拳吗？这种。想让我说话，写得很好。你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你是不是那种好学生？你很过分啊！我说啊，要写信，天哪，好担心，好害怕。你说没事的，你讲2句就行。因为我也担心时间不够嘛，然后你感觉你压力很大，我也不想让你这么大压力，是吧？那还好啦，我问你想听什么，你又不回答我。那你满意不？你满意否？很满意啊，100分，101分。哇，就是今年过得很开心，虽然就是确实会有一点点平淡，但是很幸福。就是这种平淡的幸福啊，平平淡淡才是真。瑞子说的对，都想了没品，你们这些人，平淡才是最大的幸福。对，可能就是之前那种大风大浪待久了，然后突然就是稳定下来，就会觉得很幸福。就每天就做一些很简单、很日常的事情，就会觉得很满足。然后也希望之后可以一起就是一直这么日常下去，可以做最日常的生活。干嘛？好。然后也谢谢你今年这么厉害，这么努力，这么认真陪着我。就是，那有什么奖励吗？
你想想你要什么？那请我吃100顿饭。大馋丫头就想着吃。好，那到时候想一想。谢谢你。今年也辛苦你啦。今年也很厉害啊。哎，有什么哎？好了，我快被热死了。好，那你再讲讲。讲讲，好突然，好热。好，就是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第一次在外面举办的这个定制公演吧。然后也谢谢大家能够不远千里，冒着就是恶劣的天气，然后来见我，大家都辛苦啦。哇，好多人啊！好幸福。谢谢大家，就是我在前面说了，虽然确实这2年遗憾难过挺多的，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拥有了也很多，确实让我一直幸福久了。可能就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，就会忽略掉我所拥有的幸福。然后确实在这段时间里也能够感受到自己拥有的东西。对，谢谢大家愿意一直陪着我。可能有时候追逐久了，确实会忽略掉一些自己所拥有的东西。但是我现在意识到啦，我感觉到自己非常幸福。然后也希望大家今天有空，之后有机会有空可以好好品鉴一下，上一首歌的歌词。其实他的歌词我有发过，有印象吗？在微博发过，也在小房间发过。就是蒲公英它的美丽，就是因为它一直在漂浮着。就是它怎么说呢？虽然它这一生很跌宕，但是就是因为它被风吹过，所以它可以到达任何的地方。当然，它在天空中飞舞的样子就是它最美丽的时候。所以有时候不问结局，过程是最美丽的。我现在也在享受我的过程。我拥有了很多，所以我很幸福。我的过程很美丽，我觉得我已经实现梦想了。当然，之后也继续好好的。拜托大家啦！希望今年可以幸福更多一点，要陪着我哟，不许走，谁走谁小狗。好，谢谢大家。